16岁的美国少女芬妮和母亲苏珊，还有继父杰瑞，共同生活在西雅图郊区。芬妮的父亲在1年前因病去世，父亲死后，她的母亲苏珊就结识了性格温和、风趣幽默的房产中介杰瑞，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并结为夫妇。尽管杰瑞对妻子体贴入微，对芬妮也是视若己出，百般讨好，是周边4邻眼中的完美好男人，但正处青春叛逆期的芬妮就是对继父没有任何好感。母亲苏珊认为芬妮不喜欢杰瑞，是因为她依然沉浸在父亲去世的痛苦之中，无法接受这个新爸爸。为了解开她的心结，苏珊特意聘请了一位心理医生为芬妮做心理疏导。芬妮告诉心理医生，每次跟杰瑞相处的时候，自己都会有种不安的感觉。可是当心理医生追问杰瑞到底做过哪些让芬妮感到不安的事情，芬妮又说不上来。心理医生只当他是不满杰瑞分走了母亲对他的关注和爱，所以才对继父充满敌意。于是劝说芬妮尝试跟杰瑞好好相处，毕竟杰瑞如今也是他的家人，他与杰瑞不和只会让他的母亲左右为难。然而对于心理医生的劝慰，芬妮一个字也听不进去。这天，正在读高2的芬妮因为一点琐事和班里的一名女同学爆发争执，并大打出手。尽管是那名女同学挑衅在先，但鉴于芬妮之前因为失去父亲而心情郁结，有过多次旷课和逃学的经历，校长对她的印象非常不好。一怒之下，校长打算让芬妮退学。得知这一消息，芬妮反而有些高兴，她打算趁此机会转去寄宿市的私立高中就读，这样一来就可以远离让她讨厌的继父。然而当芬妮告诉母亲自己想前往寄宿学校就读时，旁边的杰瑞却一脸冰霜地反对她离家住校。这还是杰瑞第一次对芬妮疾言厉色，他生气地质问芬妮，是不是想抛下父母，让这个家四分五裂？芬妮感到莫名其妙，自己只是去上学而已，又不是离家出走。他本想争辩几句，可杰瑞望向他的眼神特别可怕，像是恨不得将他撕碎。芬妮吓得什么也没敢说。隔天，杰瑞就找到校长，在他的恳求下，校长答应收回成命，让芬妮继续留在学校读书。几天后的周末是杰瑞入职房产中介公司1周年纪念日。为了庆祝，杰瑞在家中举办了一场小型派对，邀请同事和客户到家中做客。期间，杰瑞一边看着当天的报纸，一边和几名男同事闲话家常。突然，杰瑞不知看到了什么，神情变得慌乱起来。这一幕刚好被不远处的芬妮看在眼里。就在芬妮好奇杰瑞看到了什么的时候，母亲走过来，让他去地下室的冰柜里拿一些冰淇淋给客人们吃。当芬妮来到地下室拿冰淇淋的时候，杰瑞也来到这里。他没有注意到站在角落中的芬妮，自顾自地乱砸东西，明显是在发脾气。他狂躁暴怒的样子和平日里判若两人。芬妮被吓得不轻，而杰瑞很快就注意到了芬妮，他连忙解释说，他们做房产中介这行，每天都要对客户笑脸相迎，有时候难免需要找一个无人的角落发泄一下情绪。芬妮自然不信他的鬼话。等派对散场，客人离开后，芬妮悄悄找到那份让杰瑞情绪失控的报纸，报纸上的内容大多只是毫无营养的八卦，唯独一则谋杀案的旧闻十分引人注目。这起案件发生在1年之前，案发地点是紧邻西雅图的温哥华，死者是中年主妇安娜和她的一双儿女，凶手则是安娜离婚改嫁的现任丈夫。这名凶手至今依旧逍遥法外。联想到杰瑞看到报纸后慌乱的神情和失控的情绪，芬妮突然有了一个恐怖的猜想，她怀疑她的继父杰瑞就是报纸上的杀人凶手。芬妮把这个猜想告诉自己闺蜜后，闺蜜觉得她想得太多，总不能因为杰瑞发了一次脾气就武断地认为他是杀人凶手吧。但芬妮却觉得防人之心不可无，杰瑞在地下室里的突然变脸让芬妮坚信他平时的温和友善都是伪装出来的假象。更为可疑的是，杰瑞搬到小镇并与芬妮母亲结识的时间恰好是在案发之后。芬妮怀疑他是杀人后逃到了这座小镇，只是报纸上没有刊登凶手照片。为了确认杰瑞到底是不是杀人凶手，芬妮给报社寄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谎称自己正在研究一个与凶杀案有关的专题项目，希望报社能给她邮寄一张凶手照片。在等待报社回信的日子里，芬妮向自己的心理医生讲述了派对当天杰瑞的怪异之举。心理医生得知情况后，也觉得杰瑞确实不太正常。这段时间，他和芬妮渐渐熟络起来。由于芬妮和他女儿年龄相仿，因而他对这个女孩格外上心。为了更好地帮助芬妮，心理医生决定亲自会会杰瑞。可他打电话约了几次，
杰瑞都以工作太忙为由拒绝与他见面。这天，芬妮终于等到了报社寄来的回信，信中有张凶手照片。芬妮发现照片上的凶手跟杰瑞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让她松了一口气，看来他是误会杰瑞了。第二天放学后，芬妮从杰瑞口中得知一个不幸的消息，就在刚才，心理医生就职的诊所打来电话，告知了心理医生的死讯。据说芬妮的心理医生昨天晚上因车辆失控坠落山崖意外身亡，就连尸体也因车祸引起的爆炸被毁。芬妮悲伤不已，扑进杰瑞的怀里失声痛哭。杰瑞一边安慰芬妮，一边念叨了一句奇怪的话：这下再也没人能把我们一家分开了。然而沉浸在悲伤中的芬妮没有注意到杰瑞的喃喃自语。自此以后，芬妮和杰瑞的关系日渐缓和。然而就在芬妮决定接纳杰瑞这个父亲的时候，一件小事再度激化了两人之间的矛盾。事发当晚是感恩节，芬妮和同学们一起聚会。散场的时候，男同学保罗送芬妮回家，两人从小青梅竹马，早就互生情愫。走到芬妮家门口的时候，保罗情不自禁地拥吻了芬妮。这一幕刚好被屋内的杰瑞通过窗户看在眼里，他走出屋，怒气冲冲地斥责保罗耍流氓，轻薄他的女儿。尽管芬妮解释说两人是互相喜欢，可杰瑞根本听不进去，他就好似一只被侵犯领地的野兽，咆哮着将保罗赶走。芬妮气得跟杰瑞大吵一架。原本在屋内的芬妮母亲苏珊听到动静后，匆忙赶过来打圆场，声称16、17岁的少男少女谈个恋爱实属正常，杰瑞没必要上纲上线。有母亲帮腔，芬妮顿时有了底气，她口不择言的大骂杰瑞就是个精神病患者。这句无理的话激怒了苏珊，苏珊气得打了芬妮一记耳光。芬妮伤心地跑到闺蜜家中过了一夜。经此一事，芬妮和杰瑞之间好不容易缓和的关系再度恶化。就在事发后的第二天，杰瑞突然瞒着苏珊和芬妮母女偷偷辞去了房产中介的工作。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杰瑞每天假装上班，实则驱车2、3个小时来到另一座城市。他先是乔装打扮，化名霍斯金，在这座城市里找了一份保险推销员的新工作，然后又找了一个新住处，并主动搭讪了住在隔壁的单亲妈妈。原来芬妮的感觉没有出错，杰瑞的确就是报纸上提到的杀人凶手，并且报纸上提到的主妇安娜和她一双儿女被杀的案件并不是杰瑞第一次作案，在此之前他就已经谋杀了好几个单亲妈妈和他们的孩子。杰瑞对完美家庭有着病态的执着，他总是主动接近那些带着孩子的单亲母亲，用温和友善的表象获得他们的好感，然后与他们组成家庭。一旦杰瑞觉得这个家庭里的成员没有他想象中的完美，他就会突然发疯，杀死自己的妻子和继子继女们。每次行凶之前，杰瑞都会提前3周辞去工作，以新的身份来到另一座城市，挑选下一个目标。由于杰瑞每次作案都异常小心，没有留下对自己不利的线索，再加上案发时间是刑侦技术相对落后的20世纪80年代，因而警方至今没有找到他的踪迹。除了警方，还有一个人也在追查杰瑞，此人名叫安迪，是受害者安娜的弟弟。安娜和2个孩子被杀的时候，安妮远在通信不便的非洲小国出差，所以没能及时得知姐姐以及2个外甥的死讯。直到几个月前，安迪出差归来才得知噩耗，并从警方口中知晓凶手很可能是安娜的丈夫。安迪最近几个月一直都在追查凶手的下落，可惜始终没什么收获。于是他找上了1年前报道此案的报社记者，请求对方重新报道这起旧案，并将凶手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希望有人在看到照片后能提供线索。但报社主编担心招来凶手的报复，拒绝刊登照片。后来报社在收到芬妮的来信后，的确给他寄过一张凶手照片，可装有照片的快件被杰瑞抢先一步收到，于是杰瑞悄悄用一名陌生男子的照片替换了收件信封里自己的照片。在杰瑞替换照片的当天，芬妮的心理医生打着买房的幌子成功约见了杰瑞，两人在一栋待售的别墅里见了面。心理医生本想趁机向杰瑞套话，谁知杰瑞刚一见面就识破了他的身份和目的。为了彻底解决他这个麻烦，杰瑞抄起屋内的一根木棍砸死了心理医生。杀完人后，杰瑞清理了现场，然后开着医生的车子将尸体运到一处山崖，伪造出心理医生因车辆失控坠落山崖，最终车毁人亡的假象。虽然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了心理医生，但芬妮最终还是因为保罗的事情跟他闹掰，于是他决定除掉不听话的芬妮以及其母亲，从而重组新的完美家庭。
就在苏珊和芬妮母女距离危险越来越近的时候，另一边的安迪终于找到了重要线索。他在姐姐家的地下室里找到一本旅游杂志，杂志的内容是关于华盛顿地区10大宜居城市的介绍，其中有几页关于西雅图的内容被人刻意撕去了。安迪推测西雅图很可能就是凶手挑选的下一个作案地区，于是他从温哥华来到了西雅图，并利用人脉从婚姻登记部门要来一份最近1年结婚登记的夫妇名单。他知道凶手喜欢挑选单亲妈妈下手，于是就循着名单上的地址挨家挨户地排查凶手。这天，安迪终于排查到了苏珊家。不巧的是，杰瑞此时不在家中，屋内只有苏珊一人。出于谨慎，安迪没有说明自己的真实来意，苏珊因此误以为他是准备找杰瑞买房的客户。为了不让这单生意告吹，苏珊热情邀请安迪在此等待杰瑞，但安迪着急排查下一户人家，匆匆告辞离开。由于当时手机尚未普及，苏珊于是打去了杰瑞任职的房产公司，想把情况转告给丈夫，结果被告知杰瑞早已辞职。挂断电话后，假装上班的杰瑞恰好从外面回到家中，苏珊生气地质问杰瑞为何瞒着他偷偷辞职。杰瑞意识到自己即将暴露，于是他没了演戏的心思，直接一拳砸向了苏珊。被打得满脸是血的苏珊这才意识到杰瑞不太对劲，于是赶紧逃向屋外，结果没跑几步就被杰瑞抓住。杰瑞本想将苏珊拖进隐蔽的地下室杀掉，但是在推搡间，苏珊脚下一滑，滚下楼梯，摔晕在地下室内。见此情形，杰瑞来到厨房，拿起一把水果刀，准备对苏珊动手。恰在这时，芬妮放学归来，她没有察觉到异样，径直来到楼上房间。因为刚刚上了一节体育课，芬妮打算先洗个澡，冲掉身上的汗水。杰瑞见芬妮回到家中，改了主意，决定先杀死芬妮再说。就在他提着水果刀准备上楼的时候，安迪突然折返回来。原来万分巧合的是，安迪在排查下一户人家时，发现这家的男主人并不是他要找的凶手。不过对方认出安迪带来的照片上的凶手很像卖给他房子的中介杰瑞，于是安迪立即调转车头来到苏珊家中。由于大门没锁，安迪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屋内，结果就和准备上楼杀人的杰瑞四目相对。安迪一眼就认出面前之人就是自己以前的姐夫，同时也是杀死他姐姐安娜以及2个外甥的凶手，于是慌忙从口袋里掏枪准备射杀凶手。可他还没来得及开枪，就被杰瑞乱刀捅死。此时的芬妮正在楼上冲澡，水流声掩盖了楼下的动静。等他洗好澡走出浴室的时候，就看到门外站着满脸杀气的杰瑞，他的手中还握着那把沾染血迹的水果刀。意识到危险的芬妮迅速躲进身后的浴室，反锁了房门。但浴室的房门是玻璃做的，杰瑞很快就会破门。情急之下，芬妮打破镜子，捡起一块锋利的镜子碎片。等杰瑞破门而入时，芬妮迅速出手，将碎片刺向杰瑞。然而杰瑞及时闪身，碎片只刺中了他的胳膊。趁着杰瑞吃痛，芬妮逃出浴室，杰瑞很快追了上来。就在他即将抓住已经跑到楼梯口的芬妮时，从昏迷中醒来的苏珊捡起安迪刚才掉落在地的手枪，开枪打伤了杰瑞。芬妮趁机夺过杰瑞手里的水果刀，刺进他的心脏，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本期的故事来自于1987年上映的经典家庭惊悚片《继父》。2009年的时候，好莱坞又翻拍了这部电影。类似这种小格局的家庭惊悚片，我们以前解说过的类似影片还有《邻家密室》、《推动摇篮的手》、《爱人别出声》、《家院》等，都是极具警示意义的作品。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从我们主页上搜来看看。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吧。喜欢悬疑犯罪和惊悚电影的小伙伴们，欢迎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